你会常常觉得生活很无聊吗？为什么我们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却总是忍不住觉得好无聊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无聊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娱乐，随便拿起手机点一点就可以看 YouTube、打电动、听音乐。不喜欢室内活动，也可以去健身啊、打球、爬山、露营。只要你想要，几乎不可能找不到打发时间的方法。但根据美国2003年做的调查，每10个年轻人就有9个人觉得生活很无聊。在台湾的各种论坛上面，也常常会看到很多喊着好无聊的贴文。明明这么多的娱乐，人为什么还是整天都觉得很无聊？无聊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来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脑洞大开一下，聊聊无聊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对议题讨论、分享知识很有兴趣，也正在寻找写作相关的工作，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志祺七七的新职缺哦。我们希望能够邀请更多影片内容企划的加入，帮助我们制作更丰富的主题内容。在这里，你可以发挥搜集资料、整理观点的能力，把文字化为影响力，带领观众一起思考议题，让多元的讨论持续发生。不管你找的是全职工作，还是在家兼职接案，志祺七七都能够提供合作的机会。透过自由弹性的工作形态，我们希望能够让你全心的投入创作，也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如果你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写脚本，那我们也有提供稿费的适合作机制，让你实际体验企划的生活，跟总编交流你对于合作方式的期待。现在就给自己用写作实践理想机会，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发想新节目。现在就上我们的官网应征吧。人类抱怨无聊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历史悠久。虽然古代人很早就发明了各种事情来打发时间，像是什么古竞技场啦、踢球、下棋、赌博啊等等等等，但是就算是在最懂玩的古罗马时期人类就出现了抱怨生活好无聊的记录。像是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卡就表示，我没有做什么新的事情，也没有看见什么新的东西，有时这让我感到恶心。还有什么生活并不痛苦，但很空虚。没错，古罗马就有厌世仔了。不过在古罗马的时代呢，人们还没有一个很明确去形容这种无聊感的名词。直到了中世纪呢，才出现了一个比较接近的 acedia。那这个词呢，其实不完全是无聊的意思而是形容漠不关心、无精打采的麻木状态。在当时呢，这个词很常被修道士们使用，因为修道士们会过隐居生活，他们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祈祷，那就跟我们上班上课一样，祈祷一到中午，修道士们也会开始无精打采，觉得无聊起来。不要以为睡个午觉就好，当时的修道士们认为这种无聊感觉是很不道德的行为，他们甚至把这种感觉称为是正午恶魔的诱惑，觉得这是会害人脱离正道变得懒惰的不道德罪行。时间快转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之后，人们每天工作和消费的时间也开始直线上升，看起来是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了，那是不是比较不无聊的呢？答案你也知道了，并没有。工业革命之后，人们对无聊的感觉反而越来越明确，像是英文当中的无聊这个单字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发明出来的。然后到了现代，这个状况更加是变本加厉。根据美国2003年做的全国调查，有 91% 的美国年轻人觉得生活很无聊。另外一项呢，在2017年调查，研究者找来了3867人，发现其中有 63% 的参与者在调查的10天内期间呢，都曾经感觉到无聊。最惨的是不只是无聊的人很多，大家觉得无聊的程度还越来越强。一项2019年的研究就发现2008到2017年之间，美国青少年的无聊程度正在递增。现代人为什么会整天觉得无聊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好像就需要先定义一下，到底什么是无聊。其实历史上呢，有非常多的哲学家都探讨过无聊的定义跟原因。像是叔本华呢，就曾经说过一句有够悲观的话：人生就像是一个钟摆，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来回摆荡。他认为人类的欲望会让我们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在这个欲望还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痛苦。可是就算我们真的满足了这个欲望，也只会短暂的感觉到满足，然后很快的就会觉得无聊，想要去追求更高的欲望。
就这样子人的一辈子就会被困在得不到很痛苦跟得到了很无聊的循环当中，被这个盲目的冲动支配。所以你觉得无聊其实是命中注定的。当然啦，这也是悲观仔叔本华的看法，也有其他人觉得呢，其实无聊还是可以分成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大致上面来说，近年来专家还有学者们为无聊下了2个大方向的定义。第一种无聊是想做某些事情又没有办法做，因此产生了厌恶的情绪。比如说，我明明很想要打电动，可是被抓来这里录影不能够去玩，那我可能就会觉得很无聊。又或者是有些人的工作比较机械化，上班呢都在做很单调没有意义的劳动，让他觉得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能力。这种有事情想做但不能做的状况就会让人感到无聊。而这个定义还算好理解另外一个无聊的定义就比较特别了。有学者认为人会觉得无聊，可能是因为我们过太爽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觉得忽然无聊会怎么做呢？很多第一时间的选择应该都是拿起手机来滑，但就是这个行动会让我们越来越无聊。2021年有个荷兰的研究团队找来了83名的志愿者去观察他们无聊时使用手机的情况，结果发现当人们越无聊或是越疲累，就越想要去滑手机寻求娱乐。可是很吊诡的是，他们越滑手机，无聊感就越提升。娱乐不就是为了对抗无聊产生的东西吗？为什么反而会让人更无聊呢？史丹佛大学医学教授安娜·伦伯克博士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娱乐会破坏人类脑中的多巴胺系统。很简化的来说，我们的大脑当中处理快乐跟痛苦的地方是相同的，它的运作方式就像是天平一样。当我们做了一些很开心的事情，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让天平倾向这个快乐的一端。反过来如果你跌倒受伤，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天平也会偏向痛苦的一端。我们的大脑呢，就这样子来来回回，努力的让这个天平达到平衡，也就是恒定的状态。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呢，现在社会的娱乐形式实在是太多太强了，会一直刺激我们的大脑分泌大量的多巴胺，让天平非常用力的倾斜向快乐的一端。那大脑为了重新达到平衡也会反过来很努力的要把天平往痛苦的一端拉回去。所以等我们娱乐带来的刺激一消退我们就会很容易觉得失落无聊，又想要去找更多的娱乐。更糟糕的是，当我们一直这样子重复接触高强度的刺激，我们就会开始习惯。这时候呢，刺激带来的这个快乐时间越来越短，痛苦的状态反而更强更长久。在这个持续的负向循环当中呢，我们越来越不容易满足，越来越无聊，越来越容易沮丧。这就是所谓的娱乐的悖论。不过这边呢就有个问题无聊又不会伤害人，那就算会无聊又怎样呢？一般的无聊确实没有什么，但因为无聊常常伴随着沮丧忧郁等等的负面情绪，所以如果常常觉得很无聊，确实会影响身心。甚至有研究发现，长期处在无聊状态，人们会容易倾向情绪化饮食，让变胖的几率大大的提升。另外，因为人们在工作的时候也很常觉得无聊，这不只会导致工作效率下降，在一些环境比较危险的工作，比如卡车司机或是工地工人之类的，还有可能造成公安的问题。而且可怕的不是无聊本身而已人们逃避无聊的方式也很可能带来危害。2014年，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 Timothy Wilson 与团队曾经找来了很多的受试者在什么都没有的房间里面单独的待上15分钟，就发现比起什么都不做乖乖的无聊，竟然有不少人宁愿选择电击自己。人类对于无聊的讨厌程度呢，可说是有够严重。因此，放到现实生活当中，就有人可能为了逃避无聊而选择了不好的方式，像是滥用赌博药物、酒精等等的成瘾物质。不过，虽然如此也有人认为无聊不完全是坏事，反而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人类虽然很讨厌无聊不过也有一种观点就认为，这是因为人类会感到无聊，才有了这么强大的创造力。因为在无聊的时候，人的创造力更容易被激发，也更有改变现状的动力，更想要去寻找意义。所以有人认为，人类的各种科学艺术、文学的研究跟创作，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无聊才发生的。又研究发现，无聊可以促进利他主义。当参与者感到无聊的时候呢，更容易寻求一些有意义的行为，像是捐款给慈善机构等等。
而另外，神经科学家发现，当我们无所事事时呢，大脑会开启一种叫做预设模式网络的状态。这种模式呢，会影响我们的情感认知、同理心，对于人际交往啊或者工作学习都会有所帮助。所以说，无聊不全是坏事。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呢，现在开始有越来越多研究在钻研无聊对于人们的影响，甚至诞生了专门研究无聊的无聊实验室。相信随着这些研究，我们能够发现更多无聊的多面性。虽然每个人都很难避免无聊，但我们觉得蛮有趣的是，我们从小就被训练成要努力的去逃避这种情绪，绝对不可以让自己无聊。甚至我们团队呢，还有成员分享说，自己闲下来无聊的时候，甚至会觉得有点焦虑，拼命的想要找事情填满自己的时间。而透过这一集的资料搜集呢，我们觉得比较大的收获是，可以比较理性去看待无聊这种情绪。无聊其实不完全是坏事哦，为了逃避无聊去拼命的娱乐，有的时候反而会让无聊的感觉更深。所以这边呢，也想要鼓励大家一起好好的拥抱这种情绪，偶尔也安心无聊一下吧。好的，那最后想来问大家，你生活上会常常觉得无聊吗？我都会很努力的把时间填满哦，很少会觉得无聊。B 会哦，每天都不知道干嘛，生活超无聊。C 会哦，但是我觉得无聊不是坏事，我很享受无所事事的感觉。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人为什么会无聊。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狗屁工作以及安静离职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我依赖家人，阿嬷就像依赖中华电信。最疼我的家人，最挺我的中华电信。舞动精彩，共创未来，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